怎么样了？我现在还在验血，一会儿检验科的人过来会检查水质，希望能从中找到一些对我们有利的线索。太残忍了，冰冻脸皮。根据冰的形状可以判断，脸皮被割下来之后，应该是放到一个圆形的容器里面，所以我想应该是一个脸盆，而盆里的水结了冰，冻住了脸皮。犯罪者直接将冻住的脸皮装进了塑料袋。会是那类寻求刺激的凶手吗？哎，别动，先走吧。那个小伙子，别呆了。这是受害者的吸血痕迹。这是受害者的握字痕迹。这是塑料袋砸在雪地上的痕迹。受害者是呈侧卧状，他由于疼痛突然间醒过来，想要继续向前爬行。他看到了一对小情侣，想要向他们求助。奇怪的是，并没有看到受害者来时的脚印。选择在这样一个公共场合下手，还是想要挑衅呢，还是想要制造恐慌？看来死者生前是处于被囚禁的状态啊。是的，哎，割脸皮的刀是特殊的吗？应该不是。从他眼眶周围的这个痕迹可以判断，他的腮帮子是被整个切除的，这就使他的颧骨完全暴露出来。也就是说，犯罪者的手法很业余。冲动驱使杀人啊！他身上的这些刀痕，从用用程度来看，并不致命，但是从用刀习惯来看，应该是左手持刀，而且是专业用刀。但是他脸上的伤痕，却是右手持刀，而且很业余。两个人。哎，歪歪斜斜的啊，这个好像罪犯的签名啊。这个图案有一点像一个变了形的六。一般连环杀手都习惯留下特殊的符号，比如说密码。人一旦没有了皮肤，就会失去保护，它会体液流进，迅速失温，还会因为真菌和细菌的轻易入侵，感染致死。你说的挺对的，但是啊，他不是这么死的。那他是怎么死的？他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，所以我猜想啊，他应该是看到了一个反光的物体，然后透过那个反光的物体看见了自己可怕的脸，所以有可能啊，他是被自己吓死的。为什么要把尸体丢到游乐场？
纯粹是抛尸的话，完全可以扔到一个荒郊野外。如果犯罪者是要挑衅，却没有任何的进一步行动，我们要不能去，不能去啊！这也太不合理了。不要，就要在这里了。妈妈下次再跟你的玩啊，听话。妈妈下次再来了啊。昨天是不是你值班啊，是我上的白班，夜班就不是我了。那有没有一个小孩子和他妈妈走丢了？小孩？啊，是有个小孩，被他爸妈丢在了游乐场，他就一直在那游乐场等，最后被他爷爷奶奶给带走了。还是个漂亮女人。她是一个母亲，出于一个母亲的本能，醒过来第一件事是为了寻找自己的孩子。她怕吓坏自己的孩子，即使是刚刚醒过来，还不忘了带自己的脸皮。所以她挣扎的忍着疼痛从血迹中爬出来，没有去人多的地方，反而去的是游乐场。她是想告诉她的孩子，她回去了，别再害怕了。唉，可怜的母亲。根据报案记录，受害者的身份确认了，她叫如意，34岁，她老公是陈芳林，38岁，他们还有一个4岁的儿子叫陈奇，这是他们的家庭住址。完整详细的尸检报告出来了。有一个检验结果值得大家的注意，死者曾经被强奸过。既然被强奸过，一定会有 DNA 啊，这就是毒报告。但是我们没有在提取的精液里面发现精子。DNA 存在于精原细胞核内，而精液呢是单纯的化合物。如果按你这么说，你是没有提取到 DNA 了？是的，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，有2种原因，要么就是它的睾丸有功能障碍，要么是因为某种原因导致它的输精管阻塞，它的精子没有办法排出体外。当然了 ，DNA 的证据我们还是有的。我们从死者的牙齿上提到了一些耳组织的纤维，也就是说，死者曾经咬过犯罪者。还有其他线索吗？我们还在死者的伤口附近提取到了一些鱼鳞病的组织，而且可以断定，这个人的病情很严重。重症者的皮肤破裂，表皮僵硬，每一寸鱼鳞下面都是一个皮肤裂口。是的，如果一旦他勃起的话，他的皮肤会裂开，疼痛难忍。哎，要是这么说的话，这个人是根本没有办法性侵受害者的呀。还可以证明一点，就是犯罪人至少有2个。受害者被性侵的时候，他情急之下，他用嘴咬了强奸者的耳朵一口。强奸者用刀疯狂的虐待他，最后在他的身上留下了一个符号。强奸者走了以后，有一个患有严重鱼鳞病的患者把他给杀了。这个鱼鳞病患者是个暴徒，因为鱼鳞病是从青少年向青年过渡的过程中，发病率最为严重，所以他们的社交非常难，尤其是跟异性交往，常被认为成怪物，被人拒绝。割掉脸皮是毁容的一种，一般只有2种原因，一个是为了隐藏死者的身份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个患者他有心理疾病。这显然是后者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在死者的血水里面提取到了一些鱼鳞的残片。哦，真的鱼鳞。这么严重的鱼鳞病，数量应该不多呀。应该优先查找有犯罪记录的。能下手割人脸皮的人，一定是心狠手辣，不是第一次作案的人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只是一时想不出答案，心里烦。给。
谢谢。吃点东西吧，甜品能愉悦心情。这个6，一定是一个人下意识的签名，而且这个人玩刀玩得很专业，还受过训练，这个是一个突破口。您好，我们是特案组的，这里是如意的家吗？对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是这样的，喝水。好，谢谢，真的很对不起。儿子啊，昨天打电话来，说是让孩子呢来我们家住几晚。我想跟他再多聊几句，就挂电话了。飘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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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衣服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，我接着打个不停，还是接不通，怎么也接不通啊！是。儿子在银行做经理，我们本来想，他工作忙也是难免的事。我们总想着，孩子们工作忙，也就算了，别去打扰他们。哎呀，如意呢也是个好媳妇，她平时总把我们当亲爸亲妈那样。哎呀，说也知道。两位老人家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那我先告辞了，打扰了啊。谢谢，好，留步吧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
梁教授，我刚刚跟银行确认了，他们说陈芳玲已经请了病假。好，知道了，谢谢。喂，苏梅，丈夫跟妻子同时出现了状况，背后一定有问题。你跟包展调查一下，到底陈芳丽失踪之前，她都去了什么地方，看看有什么线索。好。梁教授，刚刚琪琪跟我说了一个小细节。走。就是这衣服。琪琪，这个孩子挺认生的，不太爱说话，怎么会对你说这些呢？可能我们是同类吧。怎么样？我们根据那个项链的图案找到了这些公司 logo， 你看一下。标公司，一般公司的 logo 代表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，还有就是图一个好兆头。这个6应该是顺的意思，希望顾客可以安心。查一下他们。已经查过了，这家保镖公司跟如意她老公陈芳林的银行有关联。我们有了新的线索，其中有一个犯罪分子穿了防爆背心。防弹背心。就是说，银行跟这个保镖公司签订的是保安合同。没错。那就从银行开始查吧。这里是所有押钞人员的资料，包括所有离职的是吧？是的，其实银行内部对这些离职人员，都会很留心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等。这个人没离职多久吧？是的，他前一段时间执勤的时候受过枪伤，哪个部位？那个部位枪伤。死者曾经被强奸过，但是我们没有在提取的精液里面发现精子。出现这样的情况呢，有2种原因，要么就是因为他的睾丸有功能障碍，要么就是因为某种原因让他的输精管阻塞，最后他的精子没有办法排出体外。我跟你的想法一致。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陈芳林负责的 VIP 室吗？好的，请。保安是有我们这个大门的钥匙的。大堂经理其实最息息相关的是这间 VIP 大门，要进入必须有陈芳玲的面部、指纹和虹膜。请。这种门想要从外边强行打开，应该没有这个可能性吧？那当然，这里面存放的物品的价值比外面的钱可是高多了。你看，这些都是我们重要客户存放私人东西的箱子，而这些钥匙全都在客人自己的手里，很安全的。这种锁并没有那么复杂，只要知道一个指定的箱子，还要有一个开锁的高手，3分钟之内
就是这个人，绰号丧彪左撇子。他曾经呢是一个银行的运钞员，但是在一次任务执行过程当中，枪械发生了走火。虽然防弹背心保住了他的半条命，但是伊能却受了伤。受伤之后，他做不了运钞员了，改做办公室了。可是就算坐办公室，他也要穿着防弹背心，直到领导要求，他才脱了下来。丧彪在几天前辞职了，他手机停机了，人也消失了。我通过他的通话记录，找到了跟他联系比较多的几个犯罪嫌疑人。这个是鬼奸，有案底。他曾经在嫖娼之后暴打妓女。他是鱼鳞病患者，他在犯病之后性格变得更加孤僻，平日里出门总是戴着鸭舌帽。哦，对啊，高斌不就说过，犯罪者当中有鱼鳞病患者吗？这个是杨勇，他曾在犯罪团伙中担任老大的位置。重要的是，他曾经倒卖过军火。现在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点，就是这些所有的犯罪嫌疑人，他们都多次联系过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索王。索王，就是被你送进去的秦正新。对，他现在还在坐牢。你看，一个拥有 VIP 保险箱的资料，另外一个呢，能够搞定虹膜识别，再加上索王，凑齐了。一个银行盗窃团伙。我认为他们是想绑架如意来挟持陈芳玲，但是我好奇的点在，他们行动都还没有开始，为什么将如意先杀害了，割了脸，还抛尸了呢？他们在行动之前应该尽量不让别人知道才对啊，没理由啊，当众抛尸，自相矛盾。如果毁容又毁指纹的话，目的就是要扰乱我们警方的调查工作。还有一种可能性啊，可能这一切都是他们的计划之外，是一次意外。琪琪还在等着爸爸回家呢。时间拖得越久，陈芳玲就越危险。少吃点海鲜，对你不好。不关你事儿，吃你的。说，昨天晚上我不在，你们俩干嘛了？大哥，啊，我们，你是不是把那女的做了？还把尸体抛了，啊？说！大哥，他妈就急这么2天，你他妈坏了我所有事儿，你知道吗？大哥，这事跟我有关系，真的。我看那个女的长得正，我就把她，要不是我收留你，你现在还像只野狗一样在下水道里捡垃圾。消气儿，大哥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俩呀把那个尸体啊扔河里了。他妈的河水不结冰啊？啊，河里就一层薄冰，冻不住。对啊，而且现在天儿越来越暖和了嘛。死了没？活不了。活不了，我探了鼻息。那人脸都没了，咋活呢？放屁！多少人他妈没脸不照样活？世界要让人看你。不会的，大哥，不会的。这事是没法做了。啊？不做了？不是大哥，我好不容易把那银行密码搞来了，这再坚持一下几秒，就他妈说不干就不干了。
把这小子做了，咱们撤。都是你们他妈犯傻害的！大哥，大哥，不要杀我！大哥，锁了电话了。能修东西吗？你把我给忘了？我只记东西，不记人。我知道你还恨我。
这个是定位器。一旦和那边人碰头，我会发信号给你，到时候你们冲进来救人就好。没抢完银行，他们是不会做掉的。放心我吧。不是你他妈的，能不能别老给我打电话了啊？我他妈告诉你，老子不干了！妈的！你儿子马上要出来了，只要你配合我们警方的工作，我们可以让他提前保护。去年我去监狱里边看过他，他现在学了一门厨师的手艺，出来一定可以找一份好的工作。托您的福啊！儿子啊，要进的货别忘记买了，早点回来啊。行了啊。画龙位置消失了，画龙位置消失了，现在立马帮我确认一下他的位置。
各部门小组注意，华东的 GPS 跟踪系统被损毁。那就采用备用方案。江河大道去吗？啊，去。江河大道吗？对。没事儿，您先喝口水吧。警察，我是有驾照的，而且我的手续都是合法的。我直接点吧。你上次跟你儿子联络是什么时候？苗苗怎么了？我问的不是他，是你的亲生儿子。
算了，我答应淼淼不再抽烟的。你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吗？我能猜得到，他又犯什么事儿了吧？你就没想过要去看看他吗？他一直都恨我。再说，他爸爸已经留给他鱼罐头厂了，日子应该不会太难过吧？或许他一直在等你的一句“我回来了”。不，他和他爸爸一样，是个怪物。抛弃儿子的才是怪物。哇！兄弟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得验明正身。你怎么了？回去。先办正事。敢他妈弄老子是吗？你们他爸爸一直酗酒，而且喝多了还打他。别人都说鬼坚的母亲找了一个有钱的好男人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怪不得鬼坚长大了脾气越来越怪了。所以鬼坚特别恨他的母亲，导致了现在对女人的仇视。鬼坚觉得，他现在所有的遭遇都是他母亲一手造成的，所以他把这个失败者的愤怒转嫁到了他母亲的头上。想看我脸啊？来，我不让你看。别哭了啊！别哭了！别哭！总是把问题丢给别人，这种人我见得多了。他也是觉得如意跟他母亲长得很像，才起了杀人动机。我一直有个疑问，当时鬼坚为什么会把如意丢到游乐场？现在明白了，他想成全如意，找到他自己的儿子，也算是一种心理补偿吧。不论什么原因，这样做都是不对的。你也别着急，现在梅姐也正在查龙哥的下落，估计很快就有消息了。以他的个性，恐怕也由不得您同意了。
你要跟我谈条件。给我口酒喝。酒给他拿来，再给我们的锁王拿把椅子。谈价吧。你凭什么跟我谈价？我要是不收钱的话，你会相信我会死心塌地帮你做事吗？你想好了？你只要给钱就行。我们这个船上很容易，但是想下就很难。我现在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吗？既然大家缘分都到这儿了，那就只能相信缘分。够稳。我相信你开锁的时候，手一定不会抖。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我要钱，但是得有命花。一旦中间出现什么差错，是我不能配合你。你是觉得我会没把握？你是老大，我当然相信你。但是抢银行只要有一个环节有偏差，全体崩盘。我自有我的计划，你管好你的事儿就行。别忘了，手里边还有人质。你有几个？很多。你也算一个。成交。华龙在出发前，我在他的牙齿里安装了微型 GPS 追踪器，但是这个微型反侦察追踪器的问题是，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才搜索得到，所以我需要更多的人力跟我一起。我会增加警力支援的。对了，苏梅，你上次提的鱼罐头工厂是个不挂牌的地下工厂，查询底细需要点时间。不过我查到了流通这种罐头的鱼摊。谢了。哎，这个可绝版了啊！要不是我打赌输了，我才不会拿出来的。不过华龙的剑术真的是出乎意料。喂，哎，啊！
走可以，但你得告诉我，银行的锁到底升级换代了没？我想见我老婆。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？啊？锁？你换没换了？啊？换了吗？换了吗？换了吗？换没换？啊？没有换。没换啊？啊？这就对了嘛！我求求你了，你让我见我老婆，你只要让我见我老婆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你只要乖乖的，你就能见到你老婆。她死了？没有，她没死，你为什么不让我见她？你什么时候？你起来！得说哦，说清楚。大哥，要告诉我们什么呀？说这锁到底换没换？哼，说话！我让你说话，换还是没换？换了。我。大哥，他们俩串通好了，这小子就他妈是一骗。我骗你图什么呀？你要是不信，我拿枪一枪崩死我呀！我告诉你，只有厨他们才会像你这么矫情。你说谁是厨呢？啊？谁是厨谁知道。好了，管好你自己的事儿。以后没你的事儿，别他妈瞎耗子。你还嫌你坏的事少吗？你他妈的给我等着！喂，苏梅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我在港口附近。啊，我找到那个卖鱼罐头的地方了。哦，行，这样，你把地址告诉我，我现在过去找你。喂，苏梅，苏梅。
梅姐，梅姐，怎么了？梅姐那边关了对讲。电话也不接听。李元亮也是。打电话回局里，请求支援。好。奇怪。苏梅，要救他的话，就看你有多卖力了。来，我先敬咱们哥几个一杯啊！好，谢谢嫂子，谢谢哥。这人生啊，就是钱和女人。只要有他妈钱，什么样的女人都有。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这个说的特别好呀，东哥。你把那开锁的手艺教教我们呗，那玩意儿有前途呀！我把那玩意儿教你了，回去看你媳妇手机去啊！你嘛，你老干这事儿啊？都这样了吧？说实话，感觉你挺讲道义的。敬一杯，敬你一杯。来，兄弟。我觉得咱大哥他们也不错啊。苏哥，哥几个呢是把你当弟兄才跟你说真的，到时候啊，你可不行把弟兄们全给卖了。信不过我？哎，那不是。憋好久了，老大生性多疑，不好搞啊。老三嘛，看上去傻，其实他心眼多着呢，那家伙可精着呢。再说老二吧，他脾气暴躁，他有耳。他在等你回去。
再坚持一下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对付我可以，要挟我也行。你为什么要对苏梅下手？别急，如果等会儿漏听了一个字，你可能会更懊恼的。包斩！包斩是吧？先叫救护车！他身上的枪没了。叫救护车！喂，啊，不见了！杨教授，怎么了？苏梅车找到了，但人不见了。先叫救护车！包斩！包斩！包斩！喂，救护车吗？一直往前开，路边有个水沟，把你的手机扔进去。那我怎么联系你？听我把话说完。那边有个垃圾袋，里面有手机。调全市交管摄像头进行排查。是。好在包斩的伤并不是特别严重。苏梅那边呢？犯罪者很狡猾，是在一个监控的盲点区域下的手。如果罪犯不是故意引诱苏梅去那个陷阱的话，说明他对我们的路线和摄像头的布局是非常熟悉的。您怀疑？一个受伤，一个是卧底，一个下落不明。到底谁在针对我们呢？麻烦两位，调一下我们的交管系统。有没有被人入侵过的痕迹？是，那李元亮呢？他现在的可疑行径已经太多了。是。是，队长。队长。哪把锁？问你哪把锁？
这就对了啊！配合我们，到时候也给你条生路啊！给我点时间，我得研究一下。那你抓紧啊，今晚就要动手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！都给我进来！进来！大哥叫没听见啊？你也进来。我这个人做事儿，喜欢一码归一码。对我好的，我会放在心上；但是要他妈背后给我使绊儿，我也他妈绝不放过。我知道你们是真心想跟我干事儿。但是我现在接到个消息，说咱们这里面有他妈警察的卧底，所以在干事前，我他妈得先抓鬼。哎，原来银行 VIP 箱子里边装什么东西不是你打探到的，我还以为你是什么高层呢。我哪知道这些事儿啊？我就是个帮他们考勤打杂的，知道吗？我连 VIP 的门我都没进过。不过我告诉你啊，老大背后可是有高人的，一切都得听他安排。哎，咱们这幕后老大你见过没有？靠不靠谱？幕后老大吧？你问这干嘛？大家一起做事，我他妈也不想把命遮里。少逼逼啊！不关你的事儿就别操心，老大自有安排。哼，真得查查今天的黄历是什么日子。竟然有一个条子自动送上门了。